什么是人胆杀人，佛胆杀佛？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？唯有阿涵。我们继续学习杂含，今天开始进入卷10，第256经和第53集讲解的251经基本是一样的，257、258经也类似，都是摩诃俱絺罗来向舍利弗请教什么是无明，略过。第259经，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还没有在当下证得涅槃，想证得涅槃，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，这里的主旨是指一步步增上。在巴利本和真一阿含中，这句都是问具戒比丘应该如何增上，这样文章的层次逻辑才更清晰。摩诃俱絺罗来请教，他问：一位具戒比丘应该如何如理作意呢？舍利弗回答：具戒比丘应该思维无取运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空的，不是我。如果比丘像这样如理作意，精勤思维，就能证得初果须陀洹。那比丘证得须陀洹果后，想要证得二果斯陀含，应当如何如理作意呢？俱絺罗，已经证得初果的比丘想证得二果斯陀含，也应该思维无取运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空的，不是我。如果比丘像这样如理作意，精勤思维，就能证得二果斯陀含。那比丘证得斯陀洹果后，想要证得三果阿那含，应当如何如理作意呢？俱絺罗，已经证得斯陀含果的比丘想证得三果阿那含，也应该思维无取运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空的，不是我。如果比丘像这样如理作意，精勤思维，就能证得三果阿那含。已经证得阿那含果的比丘想进一步证得阿罗汉，也应该思维无取运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空的，不是我。如果比丘像这样如理作意，精勤思维，就能证得阿罗汉果。如果比丘已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又要如何如理作意呢？摩诃俱絺罗，阿罗汉也应该思维无取运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空的，不是我。这一句翻译的有些问题，在瑜伽师地论和相应部中，意思都是阿罗汉已经没有再想要得到什么，也没有要再证得什么，只是为了在当下保持安乐而继续精勤练习禅定和观修。所以即使是师尊还有各上首弟子，他们平时除了讲法，也会花不少时间在禅定上。就像有些富豪，他们的财产这辈子已经享受不尽了，但他们还会工作，他们的工作已经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在工作中享受愉悦感。260经，这一篇是舍利弗来向阿难请教，其实是舍利弗来考核阿难。舍利弗问阿难，所谓灭，什么是灭？谁有这个灭呢？舍利弗，无取运是由我们自己先前的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，所追求的这些都是变化无常，会熄灭的事物。灭除了无取运，就叫做灭。是哪无取运呢？就是所谓的色取运，这些都是变化无常，会熄灭的事物。灭除了色取运，就叫做灭。受取运、想取运、行取运、识取运也一样。舍利弗非常赞许阿难的回答。这里要先解释一个很重要、很关键的概念，那就是业。我们看一下相应部，世尊说：比丘们，我现在跟你们说什么是新业和旧业，什么是业的灭尽，以及到达业灭尽的方法。你们认真听，好好思维。我现在给你们解说。什么是旧业呢？眼睛所造作的、所思念的、所感受的就是旧业。耳朵所造作的、所思念的、所感受的就是旧业。六根都是这样，这就是旧业。在美利国的独立宣言中有句名言：人生而平等。这是个美丽的谎言，也是美好的梦想。现实中真的是人生而平等吗？就像各位，有人生活在一线城市，有的在2线、3线、5线，也有的生活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和美国，基本都是世界中等或者发达地区。这样你们才能静下心来听听法义，
感受2500年前圣者的智慧。你们谁想生活在刚果、索马里或者阿富汗吗？谁想生活在天天战乱、暴力袭击的地区吗？生活在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缺乏的地区吗？这也说明在座各位的投胎技术都还不错，可能不是顶级的，但都还不错。每个人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鼻子所闻到的，舌头所尝的，身体所触摸的，意识所分别的，天差地别。有的人眼睛一睁开，这人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每天挥汗如雨，冬冷夏热。有的人却可以在空调房里带着各种 VR 设备，享受各种视听刺激。而有的人生活环境甚至还不如富豪的宠物狗。真的不公平吗？其实也很公平，这是旧业。想知道你之前都造了什么业吗？看看你的六根在当下所感受到的就知道了，这是旧业。什么是新业呢？对于自己所承受的旧业，你又造作什么样的身语意来应对，这就是新业。前面讲了好多内容，包括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自救，始终都在围绕这个问题。这辈子我们不可能不遇到各种困难打击，不可能不遇到品德低劣的小人，不可能不遇到老病死。我们也有收获和成绩，这些都是旧业。面对这些旧业，我们如何应对，如何发动身语意，就在造作什么业。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，这都是新业。那什么是业的灭尽呢？不再造作烦恼和恶业，甚至最后连造作善业的执着都放下，这就是业的灭尽。那什么是到达业灭尽的方法呢？就是八正道。比丘们，这就是新业和旧业业的灭尽，以及到达业灭尽的方法。凡是想求得真正的利益，有慈悲心的老师为悲悯弟子，他所能做的，我已经为你们做圆满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要尽情努力，不要放逸，之后才不会后悔。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教诫。把世尊讲的这篇弄懂了，再看舍利弗考核阿难的这个问题，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，也是非常实际的问题。261经，当时阿难尊者住在支提国焦闪弥城的瞿师罗园里，富留那弥多罗尼子，就是讲七车经的富留那，诸弟子中说法第一。阿难在这里之所以介绍富留那，是因为他就是接受富留那的指导才证得出果的。阿难在回忆当时的经历。年少出家时，这里是指阿难刚出家的时候。阿难对比丘们说，我年少出家时，富留那尊者经常为我讲解深妙的法义。他说，阿难，如果有执取，就会认为有我；如果没有执取，就没有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对色蕴升起执取，就会认为有我；如果没有执取，就没有我。对受想行识蕴也一样，升起执取就会认为有我，如果没有执取就没有我。就像一个人手拿镜子，或者以水当镜子，照镜子的时候就能看到自己，不照的时候就看不到。所以对色蕴升起执取就会认为有我，如果没有执取就没有我。受想行识蕴也一样，升起执取就会认为有我，如果没有执取就没有我。阿难，你认为色蕴是永恒的呢，还是无常的呢？我回答，是无常变化的。他又问，既然是无常的，那是败坏的吗？我回答，是败坏的。他又问，如果色蕴是无常变异的、败坏的，圣弟子会认为这是我，或者是我所有，或者我在色蕴中，或者色蕴在我中吗？我回答，不会的。他又问，就像这样，受想行识蕴也是这样的吗？我回答，是的。圣弟子也不会认为五蕴是我，或者是我所有，或者我在五蕴中，或者五蕴在我中。他又问，阿难，色蕴无论过去、未来还是现在，无论是内还是外，无论粗糙还是精细，无论美还是丑，无论远还是近，这一切都不是我，不是我所有。我不在色蕴中，色蕴也不在我中，受想行识蕴也一样。对这些都能如实知道，都能如实觉察。如果能这样观修，
肾弟子对于色蕴就会产生厌离，远离对他的贪欲，得到解脱。我身已尽，放心而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同样的，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都是这样的。四众指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女居士。比丘们，你们要知道，富罗那尊者对我有很大的恩德。我从他那里听法之后，就远离了烦恼的尘垢，证得法眼清净。从此以后，我经常也用这个方法为四众演说，这不是其他外道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出家学道的人所能演说的。我们一照镜子，都会认为镜子里的那个我是实实在在的，昨天是我，今天是我，明天还是我。正所谓不觉白发生，可怜岁月催，青丝染白雪，恍若梦初回。流年逝水急，春去秋又来，独坐镜前望，何处觅青春。下面回答一个问题，有人问，虽然感觉世尊讲的这些内容很好，但在现实生活中能感到挫折甚至退心。现在社会太多恶环境、恶人相聚，假设有一善男子善女人在职场工作中遇到恶人，家庭生活遇到恶眷属时，世尊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经典吗？如果按传统的说法，一般会说你要忏悔呀，你要发大心呀，你要拯救世界呀，这是因果呀，这是消业呀，绝对的政治正确，喊口号杠杠的，但就没用。你真这样随缘消业，用爱去感化世界，大概率你还没感化成功，已经成为世界的炮灰。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你真以为世尊只要放光，真正地板就天下归心了吗？那是西游记。之前我们有说过，世尊、舍利弗、目犍连是如何经营僧团的，是如何与提婆达多斗智斗勇的，还记得吗？总体的原则就是亲近善知识善友，远离恶知识恶友。在阿含里，时时处处都来体现这个原则。阿难亲近世尊，亲近舍利弗，亲近富罗那。但在实际操作上，你怎么识别谁是善知识善友，谁是恶知识恶友呢？舍利弗原来也以为提婆达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需要时间来打磨。随着接触的加深，你会越来越认清一个人的本质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小毛病、小缺点我们都有。我的妻子和女儿经常会笑我的粉红凤凰飞，就这口条还讲课，辛苦你们了。但如果发现一个人的品质低劣，你妄想能感化对方，这难度太高了。如果你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金钱，有的是精力，那你随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对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要断然拒绝，直到坚守底线。这就像有人追求粉丝数量，可能拥有10万、20万、100万的粉，但很多都是白嫖党。有人甚至希望你能无私的发大心来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，解决他们的各种疑问。对这样的问题，如果你一个个回答，那无穷无尽。如果回答了，这是胸怀，是情分；如果不回答，那也正常，因为没人有责任和义务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帮你，难道欠你的吗？想让人无私的尽全力帮助自己，找自己的爹娘去。知道拒绝无理要求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我们看看杂阿含909经，看看世尊是怎么说的。当时御马村的村长来拜访世尊，世尊问他，调伏驾驭马匹有几种方法呢？乔达摩，有3种方法。哪3种呢？第一种是柔软，第2种是强硬，第3种是柔软与强硬并用。如果这3种方法都无法调伏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把他杀了。根据上下文，这里漏了一句。为什么杀他呢？因为他有辱我的名誉。乔达摩，您是无上调御丈夫，能调御众生，您运用哪些方法调御呢？我也是运用3种方法，哪3种呢？第一种是柔软，第2种是强硬，第3种是柔软与强硬并用。如果这3种方法都无法调伏，那怎么办呢？村长，如果这3种方法都不能调伏，那就把他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犹如我的教法。啊，在您的法中，杀生是不清净的，是不应杀生的。然而为什么您现在说，如果不能调伏，就把他杀了呢？的确如您所说，在我的法中是不应杀生的，我也不可能杀生，村长。可是当我运用3种方法，仍然不能调御他，那么我就不再跟他说话，不再教他，也不再告诫他。村长，如果如来这样对他，岂不就等于杀了他吗？乔达摩，这样的确是杀了他。太好了，我从今天起将舍弃一切恶业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这的确是必要的。这位村长就舍弃了杀业，皈依了三宝。武则天驯服烈马4日冲的故事也是类似的，有可能就是参考这篇。禅宗也说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并不是真的去杀人，而是放下种种执着。这句话有可能被误解。我们举例来说，世尊对提婆达多的无理要求也是断然拒绝，并且把他驱逐出去。而且被世尊所驱逐的、远离的不仅仅是提婆达多一位，有好多位，包括后面一篇的主角。如果你不敢拒绝品行低劣的人，不敢远离他们，不得不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，这其中必然有执着。可以运用观心作业，找到自己真正执着的地方。但仅仅拒绝还不够，我们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、技能和修养，这样才能吸引其他同类的有品德的人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不断吸引和保留这些有品德的人，同时远离那些品性低劣的人。你的知识、技能、品德、人脉在不断积累，将这样一辈子持续进行，你想不得到幸福和快乐都难。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在一个压抑的怪圈中，那你要检查下，你的知识和技能在提升吗？你的品德在提升吗？你在和什么样的人在接触呢？这才是问题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诸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亲近业力，亲近善知识善友，远离恶知识恶友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含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含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愿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